张武元年4月丙午，公元211年5月15日，刘备在曹丕称帝建立魏国之后，于成都武当山登基称帝，国号为汉，史称蜀汉，年号为张武。他任命诸葛亮为丞相，徐敬为司徒，设置百官，建立宗庙，祭祀汉高祖刘邦及历代汉帝。到了5月辛巳，公元6月19日，刘备立吴氏为皇后，儿子刘禅为皇太子。同年，刘备为了夺回荆州，为关羽报仇，亲自率领大军东征孙权。孙权听闻刘备即将来伐，急忙派使者前来求和，但刘备态度坚决，断然拒绝。吴国南郡太守诸葛瑾也专门给刘备写信劝解，说道：陛下以关羽之亲，何如先帝？荆州大小，属于海内，郡求己，谁当先后？若审此书，易如反掌。然而，这些来自吴人的劝说，不但没能动摇刘备，反而更加激起了他的反感。与此同时，蜀汉猛将张飞也率领1万兵马从阆中出发，前往江州，与刘备会师。然而，还没等大军出发，张飞被杀的消息又传到了成都。原来，张飞的部下范家、张达因为违反了军纪，被张飞鞭打。两人怀恨在心，趁张飞喝醉酒的机会杀死张飞，还把他的首级割下了献给了孙权。公元211年7月，刘备亲自率领数万蜀汉大军对东吴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战争。此时，蜀吴两国的边界已经向西推进到巫山一带，长江三峡成为双方往来的主要通道。刘备派遣将军吴邦、冯习、张南率领约3万人，后期有沙摩柯等五西蛮加入，总兵力应达到5万人，为先头部队，夺取峡口，攻入吴境，在乌地（今湖北巴东）击破吴军李毅、刘阿部，占领秭归。至中城市黄权提出顺流攻敌，进义退难，故请刘备增后，自为先驱。刘备不从，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，督江北诸军，同时防范曹魏趁机袭击。又派侍中马良到武陵活动，争取当地部族首领沙摩柯起兵协同蜀汉大军作战。沙摩柯于次年公元222年率部跟随刘备军参战。孙权自擒杀关羽，占据荆州之后，于公元221年自公安迁都鄂州，改鄂州为武昌，并随即修筑武昌城。面对蜀汉大军的战略进攻，孙权也不得不全力迎战。他任命右护军、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，统帅朱然、潘璋、韩当、徐盛、孙桓等将领，共计5万兵马奔赴前线，负责抵御蜀军的进攻。与此同时，孙权又派遣使者向曹丕称臣示好，以稳住北方局势，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。至于后世常说的刘备全军4万人的说法，主要依据正是当时孙权向曹丕求援信中所提到的刘备之党4万。陆逊抵达秭归一带之后，对双方的兵力对比、士气高低以及地形条件进行了仔细分析。他认为刘备兵势强大，又占据高处和险要地形，士气正盛，求胜心切，此时若贸然决战，对吴军极为不利。因此，吴军应当暂时避开蜀军的锋芒，等待合适时机再行破敌。陆逊耐心说服诸将，打消了立刻与蜀军决战的想法，随即果断实施战略退却，一路后撤至一道（今湖北宜都）和萧亭（今湖北宜都北古老陂一线）。到达这一带后，吴军停止后退，转而构筑防御阵地，阻断蜀军继续向东推进，并集中兵力准备伺机与蜀军决战。这样一来，吴军主动退出了高山峻岭地带，把数百里兵力难以展开的山地全部让给了蜀军。公元222年正月，蜀汉将领吴邦、陈氏率领水军进入夷陵地区，在长江两岸驻扎。2月，刘备亲自率领主力部队从秭归进抵萧亭，并在此建立大本营。此时，蜀军已深入吴国境内200-300公里，但由于遭到吴军的严密扼守和阻击，东进的势头逐渐停滞下来。在吴军死守要地，始终不肯出战的情况下，蜀军被迫在巫峡、建平（今重庆巫山北）到夷陵一线，
绵延数百里的地区内修筑了数十座营寨。为了逼迫陆逊出战，刘备派前部都张南率领部分兵力围攻驻守一道的松桓。松桓是孙权的侄儿，因此吴军诸将纷纷主张出兵救援。但陆逊深知松桓深得士卒拥戴，一道城池坚固，粮草充足，于是坚决拒绝分兵增援一道的建议，从而避免兵力分散和过早消耗。从正月一直到6月，吴蜀两军始终对峙，胜负难分。刘备急于同吴军决战，便任命冯习为大都，张南为前部，又命扈宽、赵荣、廖存、夫荣等各自统兵为别都。同时，先派吴班率领数千士卒在平地扎营，到吴军阵前辱骂挑衅，试图逼陆逊出战。然而，陆逊始终沉住气，对此一概不予理睬。随后，刘备又让吴霸再次率领1000人在平地列营，同时在山谷中暗中埋伏8000人，企图诱使吴军出击，再趁机将其一举歼灭。但这一计策同样未能奏效，陆逊坚持固守不战，彻底打乱了刘备依仗兵力优势，谋求速战速决的作战计划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蜀军将士的斗志逐渐深陷，主动权也慢慢丧失。到了6月，正值盛夏酷暑，炎热难耐，蜀军将士苦不堪言。刘备无计可施，只得命水军弃舟登岸，将营寨移入深山密林之中，依托溪间驻扎休整，打算等到秋凉之后再发动进攻。但由于蜀军深入吴境200-300公里，行军道路崎岖，又远离后方补给，再加上百里联营，兵力分散，反而为陆逊日后发动战略反击创造了可乘之机。看到蜀军士气低落，又放弃了水陆并进的作战方针，陆逊判断发动战略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，于是他上书吴王孙权，说明自己的看法。交战初期，最让人顾虑的是蜀军水陆并进，沿江直下，而如今蜀军弃舟登岸，在各处分散扎营，从其部署来看，短期内不会有再大的变化。这样一来，吴军便有了可乘之机，若趁势出击，击破蜀军并不困难。孙权随即批准了陆逊由防御转入反攻的作战计划。在发动大规模反攻之前，陆逊先派出一支小部队对蜀军进行试探性进攻。虽然这次进攻并没有取得明显战果，却让陆逊从中找到了破敌的关键。火攻蜀军连营，当时正值盛夏，天气闷热，而蜀军的营寨多以木山搭建，四周又遍布树林和茅草，一旦起火，极易蔓延成灾。决战开始后，陆逊命吴军士兵每人手持一束茅草，趁夜色掩护突袭蜀军营寨，顺风正火，顷刻之间大火四起，火势猛烈，蜀军阵脚大乱。陆逊随即下令全面反攻，迫使蜀军向西溃退。吴将朱然率5000兵力率先突破蜀军前锋，直插其后方，并与韩当所部在卓襄一带合围蜀军，切断了蜀军的退路。与此同时，潘璋猛攻冯习所部，大破蜀军。诸葛瑾、骆统、周应等人配合陆逊主力，在萧亭一线发动猛攻。镇守一道的松桓也主动出城参战。吴军攻势如潮，很快便攻破蜀军营寨40余座，并以水军切断了蜀军在长江两岸的联络。蜀军将领张南、冯习以及吴锡满首领沙摩柯相继战死，杜陆、刘林等人卸甲投降。刘备眼见前线崩溃，只得向夷陵西北的马鞍山撤退，下令蜀军依山据险自保。但陆逊迅速集中兵力，四面围攻，又歼灭蜀军近万人，至此蜀军彻底溃败，大量士卒死伤或逃散，车船与中运物资几乎全部丧失。当夜，刘备趁着黑暗突围撤退，蜀军将领傅荣率部断后，与吴军血战到底，士卒几乎全部战死。但傅荣斗志反而愈发高昂，吴军曾出援劝降，试图让傅荣投降。傅荣怒斥道：“吴狗，安有汉将军而降者？”说罢继续死战，最终力竭阵亡。
然而，吴将松桓所部抢先出发，已经绕到刘备前方，截断了他返回益州的要道。刘备行军至石门山一带，经湖北发东北部时，险些被松桓部擒获。情势危急之下，刘备翻山越岭，历经艰险，才终于摆脱追兵，逃入永安城，也就是后来的白帝城，今重庆奉节东。这时，蜀军镇北将军黄权驻守江北，负责防御魏军。刘备败退后，他原本向西返回的路被吴军切断，黄权又不愿向吴军投降，只能在8月率部北上投降曹魏。同月，马良从南方向西北撤退时，被吴将布置拦截击杀，唯有向宠率领的部队保存完整，顺利从夷陵返回蜀地。此战中，蜀汉军队死伤或投降的人数高达数万，父子甚至记载吴军消灭了蜀汉8万余人。刘备仅以声免，但这显然有夸张之嫌，因为《三国志》记载刘备率领的蜀汉主力大约只有4万人。刘备逃到白帝城后，吴将潘璋、徐盛等人都主张乘胜追击，扩大战果。但此时的刘备收拢散兵以及驻扎在江州的赵云来援，永安驻军接近2万，陆逊已经失去攻克永安的机会。再加上他估计曹魏方面趁机浑水摸鱼，袭击后方，虽停止追击，主动撤兵。9月，曹魏果然攻吴，但因陆逊早有准备，吴军终于无功而返。次年4月，刘备老路于夷陵惨败，一病不起，亡故于白帝城。夷陵之战就这样结束了。